我今天收到了以後試玩了一下，然後拍了一些照片。我說哪个厂家的出來認領一下，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跟我聯繫啊。我看評論區很多人說看手部的造型像魔方的產品啊，但是呢，我聯繫了一下巫師，巫師那邊也沒回話。一般來說，巫師給我寄樣板、寄試模都會提前告訴我，所以你說到底它是不是魔方的產品，我真不確定啊，因為巫師到現在還沒有回話。那我個人心裡邊其實有那麼幾個推測的目標，等到視頻最後咱們來聊一聊吧。反正先別管是哪家，這個試模已經到了我的手上，而且到現在為止都沒有人承認，那我就先搶個首發了。來看一下這回的變形結構怎麼樣吧。身高在10公分左右，也是目前一個標準的小比例尺寸。我們先從腿部這一塊變起，外側的這塊帶輪子的板子摳開，你看。就感覺這個扣子插得很緊，料子偏硬，然後門板的這個地方有一個特別細小的滑槽，這個地方往下推一點，搓開一點縫隙，翻到腿肚子後面，打開這一片，再打開裡邊的這一片，根部有一個雙段關節，把它搓出來，這一條90度立起來，下方的這一條再打開，順着裡邊的軸旋轉180度挪過來。外側的這一塊 Z 字直接疊上去，側面這裡有一個插扣，跟這兒固定一下，順勢把外側這塊面板也有插扣，就結合起來了。這個腳丫子啊，變形的時候，先打開腳背的位置，在裡邊有一個錯層的翻板，把它從裡邊頂出來，哎，然後通過腳踝的關節 Z 字往下折疊，把這個窟窿堵上，腳尖兒。再填好，外側的這一片扣過來，結合。下方這裡呢，它有一個搭邊的扣子，跟這兒鎖一下。這一條翻過來，中間的插槽再跟這兒鎖一下。然後腿部現在我們就變好了，左右車頭扣合，順着腰部擰180度。背包這裡鎖扣拆開，順着這個肩帶往起拉一下，拉開以後，順勢把這兩片頂開。左右再拆開腰部的扣子，往前翻，這兩個小擋片180度貼放過來，腰兩側的零件旋轉90度提上去。好，現在我們需要做的是把這一塊稍微的讓開，整個的胸口旋轉180度，讓手臂上下換一個方向，從肚子裡邊再掏出來真正的車窗戶。它做了一個真假胸的切換，哎呀，再翻過來扣上，你看，變成車的時候把光速的這個車頂和前邊的玻璃的部分是放大的，變成人形的時候呢又是縮小的狀態，壓扁的，所以呢做了一個真假切換，哇，厲害了，厲害了。這個其實挺有想法的，也算是一個質量轉換的技術。哎，在這麼點的尺寸上邊也開始玩縮胸了。現在的這些第三方呀，咱們再來看手臂的變形，先把手腕旋轉180度，再把二頭肌旋轉180度。手腕後邊這裡有一個板子，我們往裡折疊的時候就把這一塊整個的頂了起來，然後從中間切分，哎，對折過來。把這一塊面板往後折疊貼上，下方這裡有一個小方塊，記得旋轉180度，再貼過來。這個時候往回伸縮的一個滑槽壓回去，變成了車尾的部分。搓動這個雙段的關節，把它擺成豎着的往裡夾。也就是說，靠這個在人形的時候拉開的狀態，車形的時候又把它擠窄了。這一塊等於有一個縮肩的步驟，哇，這個小玩意兒它不僅真假零件切換的縮了胸，它還縮窄了肩，所以這個空間的壓縮也是挺厲害的。哎，這個時候我們可以先把前後的這兩塊結合起來，根部這裡有一個燕尾的插槽，哎，把它掛上，先掛個頭，最後來變背包的這一塊，這玩意兒也是翻起來。左右打開這兩片，包成這一塊車頂的後半截，手指墊在裡邊頂一下，打開這一塊的方孔，哎，尾翼再往前旋轉，騰出更多的空間，
腦袋向上折疊90度，順着这个洞鑽過去。翻到這面來的時候，再把脖子擰個180度，這個樣子折疊就填到了中間的空間裡面。所以可以看到這裡邊填的也算是滿滿當當。在扣合回來的時候，左右這裡有2個插扣，跟它結合。先把這裡鎖上，再往下蓋這個蓋子，尾翼擺好。這裡邊的2個插扣，前方這裡的燕尾鎖，同時的結合固定，又一個環環相扣的咬合，鎖得很好了。最後再把這一塊的蓋子扣下來。鉚釘輪子、塑料輪胎、推車滾動還是挺絲滑的，整個的變形邏輯是很清晰的，而且非常厲害的一個點。真假胸的切換，肩膀的縮窄，讓這一塊的質量轉換技術非常的好。整個車型360度旋轉看一下，包裹的程度也可以。然後呢，就是我個人猜測的這幾家嫌疑人啊。首先，第一個最大的嫌疑肯定是魔方了。從一開始我們看到的手型，再加上整個過程中的一些燕尾鎖扣啦，還有用片片耍流氓的這些操作，但是這個做工和材質又不是讓我那麼的肯定，因為這個料子確實和魔方的之前一些玩具摸起來的手感不太一樣，偏硬。但是也能感覺到裡邊是摻尼龍的，而且它身上最關鍵的沒有魔方那種軟尼龍的大面積的飛邊和水口，這個還是挺工整的。但它現在又是一個試模，你還真不能把它代表最終的品質。第二個嫌疑人啊 ，DX9 Mini。之前我看網上面有一些朋友們說 DX9 Mini 準備今年放大招，據說可能有組合金剛，再加上 DX9 Mini 的手也是這樣的造型。也愛用燕尾鎖，而且他家的料子確實也比魔方家的要硬一些。變形設計的風格 ，DX9 的分件其實也挺碎的，當然也是做小比例的，所以很多的共通點啊。那第三個就是魔 fans， 還是通過手型的判斷，魔 fans 的手型也是那樣的，但是這個料子不像魔 fans 之前的一些產品。也有可能他後續這麼長時間不出新品，估計也是在研究什麼新的技術突破，能研究出來這麼一個混合的材質，也說不好，也保不齊啊。那還有一個嫌疑人，就這家了。有的時候吧，第三方與第四方之間的界定不是那麼大家想的那麼的清晰啊。就我個人來說，也算是在這個圈子混了一些時間，我認識的一些廠家啦、老闆啦還是比較多的，不然也不會有這個玩意兒嘛。就是從這款身上，你也可以看到，在原先結構之上改進的一些點，就是很成熟的操作，它不是一個新廠能改出來的東西啊。很明顯，這些玩家切入的痛點，它都改的相當的是那麼回事兒。也就是說，這是懂設計的人、內行人改出來的。而這些內行人呢，你也不能確定他這裡邊有沒有真正的設計師，能真正出一款產品的人。但我跟你說實話，這兩款料子的手感摸起來是極為相似的，再加上工藝上面的這個工整程度啊。魔方家就以我對巫師他們家產品的了解，他做不了這麼乾淨，能做這麼乾淨的，是吧？這個現在大家基本上該買的也都買，你們能知道這個的品質是什麼，就能感覺到這個的光滑整潔度是什麼。所以魔方的嫌疑，我只能把它列為1/4，確實設計的上邊有點像。但是產品出來的素質又不太像，我們也是看看後續有沒有廠商跑出來認領吧。那麼大家覺得這一款設計的如何呢？歡迎在評論和彈幕留下你的觀點。這一期咱們先睹為快，玩到這兒吧。